女孩穿越到一个凶多刺少的兽人世界。雄性兽人拥有天然强大的战斗能力，但容易精神力躁动，退化成原始的野兽。唯有精神力的雌性才能安抚雄性，而女孩拥有强大的精神力。在这个世界里，女孩就是雄性的神。桑洛洗完澡后，倒了杯果酒，站在落地窗前，一头毛躁的乌发湿漉漉的披散在单薄鲜白的双肩上。这件衣服很适合你。这是你提前为我准备的。凯撒尔点点头。抱歉，我没有之前的那些记忆了，你能讲给我听吗？桑洛能看得出凯撒尔对自己的上心，他却给予不了他同等的情绪反馈。你想知道？凯撒尔揽过他的腰，气息侵略而来，他的脸上悄然出现一抹绯红。你身上好香，什么味道？桑洛又一次闻见了那股奇异的、令人迷醉的媚香。他低头好奇在他身上嗅了嗅。你答应要和我缔结契约，成为我的伴侣，你忘了吗？桑洛嗅着他身上越来越浓的媚香，身子竟也不受控制的发软发烫，口干舌燥，想要扑倒他。他猛掐大腿，强迫自己清醒过来，一把推开了男人。你别忘了，我有了一个伴侣，在没有找到他之前，我暂时没有和其他雄性结旅的想法。凯撒尔紫瞳瞬间收缩了一下，他强压下心中的妒意，声音平静。桑桑，我答应你找人，必然不会欺骗于你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找到他后解除伴侣关系。凯撒尔很直白，毫不掩饰贪念。我想要你，且成为你唯一的伴侣。我不希望有别的雄性插足你我两人之间。凯撒尔的手臂和脖颈上没有兽纹，但他额间却有一道时隐时现的金色纹路。桑洛大概能猜出来，眼前这个气息神秘强大的男人是传说中的王兽。凯撒尔从小便觉醒了最顶尖的天赋，得到帝国最好的资源培养，也是西大陆这一代天赋最强最年轻的王兽。王阶之上与王阶之下是两个世界，与那些为了得到雌性青睐可以委曲求全、姿态低到尘埃的底层兽人不同，王兽大多心高气傲，性格偏执，并不乐意与其他雄性分享雌性，甚至可能暗中杀掉更弱的情敌。若桑洛对澜苍很在意，甚至因此产生对他的抗拒情绪，只会让凯撒尔更想解决掉这个暗处的情敌。好，我同意，但我想见他一面。他毕竟是我第一个伴侣，就算要解除伴侣关系，我也想同他商量后和平解除。想起凯撒尔的部队还驻扎在鲁波尔森林，桑洛挣扎了下，假意顺从。若3个月后还没有他消息的话，我再跟你结旅，好吗？好，如你所说。等凯撒尔有事离开后，桑洛脸色却沉了下来。这男人掌控欲太强了，他不喜欢。等有了澜苍的消息后，还是早做打算跑路吧。桑洛刚出门觅食，便撞上了一只体态矫健修长的雪豹，一个急刹车，雪豹口吐人言，嘴里叼的资料散了一地。夫人你好，我找凯撒尔大人，有要事禀告。边说着话，他的身体骨肉咔咔几声响，变换成人形。桑洛想帮忙捡起那堆上的资料，里昂却先他一步。他余光瞥见基因检测半行字，动作顿了下。对不起夫人，是我太莽撞了，差点惊吓到你。没事，很着急吗？凯撒尔刚刚有事出去了，要把他叫回来吗？不用了，不是很着急，我在这里等会儿大人就行了。既然要等，那就来屋里等吧。估计他得待会儿才回来。桑洛笑了笑，开门往里走。凯撒尔平日应该挺忙的，他待的这几天，他很少在家里。你多大了？桑洛给他倒了一杯茶水，没话找话说。报告夫人，我43岁了。我和凯撒尔上将不是伴侣关系，你不用称呼我为夫人，喊我名字桑洛就行。好的，桑洛夫人。他懒得纠正称呼问题了，也给自己倒了杯水。上次军舰坠落，你也在吗？我在。提起这个，里昂神色严肃，没想到上次出现了这么大的军事事故。当时军舰上死伤了大半的兽人。你在军舰上见过我？嘿嘿，当时还是我跟着上将大人一起捡到夫人您的呢。我脑袋受了伤，醒来后没有那段记忆了。当时在新舰上发生了什么？我跟凯撒尔之间……这是大人和夫人的私事，还是让大人自己告诉你吧。桑洛拿了一袋肉干，里昂眼睛瞬间就亮了，意志坚定不过3秒，被肉干轻易收买了。夫人，你当时可真的是太猛了。我当时正赶上给大人送资料，看见你把他压在身下，调戏了上将大人。谁也不知道，凯撒尔大人平常可是个冰山活阎王，帝国多少贵族、雌性都想跟大人联姻，大人一眼都没有看过，平常连母蚊子都不让靠近的。你可是第一个
敢这么对他的贵慈？别添油加醋，说正常点。桑洛要把肉干抢回来。我说的是真的，你不仅调戏了凯撒尔大人，还抢。什么？里昂突然紧身了，噌的一下变成兽形，叼着肉干跑出去了。桑洛西还没听完，说书人却跑了。他扭头一看，凯撒尔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，正蹙眉看着门外。里昂说的是真的假的？别听他胡说。3日后，化验结果出来了，提取了血液样本中的 DNA， 在基因库中进行核查，追溯到西大陆 B-517区贫民窟。那只变异狼兽是贫民窟出身。里昂怀疑检测结果是不是出错了。凯撒尔没说话，看着手中的资料。西大陆繁荣昌盛不假，但阶级分明极其严苛，血统劣等的兽人会被驱逐到贫民窟，代代繁衍生息，后代血统更是杂乱。这些劣等兽人天生基因缺陷，极容易爆发狂躁症，一旦被发现，将会被帝国军队当场击毙。啊，对了，这人也跟科尔多部落有关，要不要告诉桑洛夫人那边？不用，他不是那只狼兽。凯撒尔手中资料化成了一堆灰烬。这只变异狼兽的狂暴值突破80了，一旦遇到，按照帝国法律处理。是。里昂一出门便撞见桑洛，他快速鞠躬行了个礼就跑开了。怎么才回来？这些事差人去做就行，你不用亲自去买。对了，我刚刚见里昂行色匆匆跑开了，是科尔多部落有消息了吗？暂时还没有，如果有的话，我再告诉你。过2天又遇到里昂时，桑洛又拿了点鱼干，把这只雪豹彻底收买了。实在抱歉，夫人，我们没能找到您的伴侣。不过你们部落是不是有一头变异狼兽？在兽潮退去后，他曾经回到过科尔多部落，似乎是在找人。那只狼兽长什么样子？是什么力量？一匹黑狼，雷系。烂操！桑洛激动无比，喉咙干涩，他得找机会回鲁布尔森林一趟确认。怎么了？那只狼兽您认识吗？没事，你继续说。那只狼兽我曾经在部落见过，但不是很熟。桑洛故作镇定。那就好。他的狂化值突破了80，凯撒尔大人专门下了命令，按照帝国法律，一旦遇见就地枪决。桑洛蹭的一下站起，里昂也有些惶恐地站了起来，不知所措。渴了吗？我早上榨了点鲜果汁，给你倒一杯尝尝。好。桑洛转身去了厨房，笑容消失不见。被欺骗的愤怒让他的手都有些发抖，但很快桑洛又冷静下来，给里昂倒了一杯清乳茶，又给他送了点肉干，聊了几句，见获取不到太有用的信息后，便送他离开了。据里昂所说，为了保证城内安全，兽人出入城池都需要身份认证，需要光脑，需要提前申报身份注册。今晚要来我房间吗？我买了几件新衣服，想穿给你看看。桑洛主动上前抱住了他，桑洛轻轻勾住他的腰带，说得暧昧极了。桑桑，你……凯撒尔下腹一紧，却盯着他没动。只有这一次机会，不愿意就算了。他扭头便走，凯撒尔哪能放弃这么主动的机会？不由分说将人抱到寝室，坐在他的大腿上，低头吻上了他的唇。桑洛上半身压在他胸前，迎合着凯撒尔青涩的试探，大手在腰间游移，体温几乎将他整个人都融化。在他想进行到最后一步时，桑洛却单方面结束了这场欢愉。他捧着他的脸，低头看凯撒尔，情动迷离又隐忍痛苦，突然笑了。说好了3个月，还没有到时间呢。凯撒尔当真欲罢不能，低头在他锁骨上咬了一口。真是栽在你身上了。夜晚灯光昏暗暧昧的寝室，桑洛被凯撒尔紧紧地搂入怀中，轻声在他耳边：抱歉，我前几天对你太冷淡，我还欠你一句谢谢。我不想听你对我说这2个字。凯撒尔亲吻了他的耳垂。那你为何不和我戒律？我又没答应，明明你骗我。可你亲了我，还为我抚慰，这是伴侣之间才能做的事。话说的那么好听，其实你只是看中了我体内的那股力量吧。在不需要交配的情况下，就可以帮助你清除狂化值。全天下估计都找不到第2个我这样的了。凯撒尔轻哼了声：桑桑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天生王兽，能够与我相匹配的雌性，整个帝国都找不出来一个。我早就做好了孤独终老的准备了。可你出现了，你的力量可以为我进行精神抚慰。这份力量过于特殊而且强大，所以我才迫切想把你留在身边。能让我尽心尽力保护你。怀璧其罪这个道理他也懂，纸终究包不住火。桑洛也怕自己未来会被当成一个工具，被控制在某些上层人手中。但桑洛并不信任凯撒尔，没人能对一个人永远忠心，只有真正握在自己手上的力量才是最靠谱的。凯撒尔也只是对他别有所图罢了。不过也好，他也看上了他的力量，利益交换，不谈感情，谁也不欠谁。这么说来，你还是因为我身上这股力量了。我只对你有感觉。凯撒尔耳尖微微发烫，
语气里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窘迫。他从前一度以为是自己不喜欢雌性，直到此刻被他牵动心绪，他才恍然明白，自己从来都没有异样，只是那颗心，那份悸动，唯独会为他苏醒。他望向桑洛的眼神愈发热切而专注，目光里满是真实与笃定。桑洛被他看得心头轻轻一颤，可他心里自有打算，这般难得的心意，他想好好珍藏，不急于一时。感情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明天有空吗？可以陪我出去转转吗？我有时间。桑洛笑了，用手勾住他的头发，在胸口慢慢打圈。你真好。凯撒尔再忍不住了，捧住他的脸，一把吻了上去。他知道自己彻底栽了。次日，凯撒尔便带他出去逛街。桑洛大包小包买了不少东西。哎，我想玩那个。摩天轮徐徐升空，将大半城内的景色一览而空。这个好漂亮，我也想要一个。我昨晚刚拿到货，本来这2天就打算给你的。凯撒尔拿出了一个黑绒的小盒子，打开一看，是一款蛇形的银手镯，戴在了他右手腕上。这是他专门托人定制的光脑手环，外表像一个头摇尾的银蛇手镯，蛇头处是一块蓝色的宝石晶体。我帮你注册好了身份，和我的账户共享。平常我不在时，你用它在城中生活很方便。需要我教你怎么用吗？不用了，我之前看你和李昂用，早会用了。桑洛踮脚勾住他的脖子，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摩天轮刚好升到最顶端，一簇簇烟花爆炸开来。两人相拥亲吻的这一刻，凯撒尔心跳得厉害，他怕是永远不会忘记了。回去的路上，见桑洛开心摆弄手镯，凯撒尔也放心了。很快，凯撒尔又忙了起来，平日也不见个人影，倒是里昂经常往这儿跑。一来二去，里昂彻底被桑洛收买成新的小弟了。得知凯撒尔这几天要出去开会，估计要1周后才能回来。鳕鱼肉干好吃吧？家里存货不多了，我还想出去买点牛肉，做点牛肉干，到时候分你点。城里有些地方治安不太好，雌性一个人出去恐怕有点危险，不如我陪着你一起去吧。行，那些东西挺沉的，你帮我拿着。一下午逛了小半个城，李阳扛着大包小包，差点没累死。桑洛又看到了什么新奇好玩的东西，眨眼间人就没影了。桑洛把人甩开后，来到了城中的传送阵，确认完身份信息，交给了负责人几块手巾。桑洛来到了一处边境小城，桑洛找了个客栈休息了一晚。客栈早上会供应一些简单的早食，放点粗盐的烤肉。一道身影吸引了他的视线，一个高大年轻男人走到前台。客栈中几个雌性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，有一个身形微胖的狐狸，雌性举了杯红酒，摇曳着曼妙的身姿走过去搭讪。男人扫了一眼便移开目光，明显对他不感兴趣。抱歉贵客，咱们千山客栈实在没房间了，城里还有另一间万福客栈，不如您去那里看看。我退房给他住。好的客人，还有1晚上的房钱，我退给您。不用退了，直接让他住下吧。桑洛刚出门便被多图拦住了。交个朋友，我身上没带受精，把钱转给你。不用了，我不缺那点钱。桑洛回到科尔多部落旧址时，此地早就变成了一片废墟，房屋建筑全都倒塌了。桑洛在废墟处待了半天，下午便沿着部落兽人之前逃亡的方向去了另一片森林。见天色不早了，想找个临近的部落歇脚。这几日是罕见的回暖天，土路上的雪层融化成碎冰了，一些小河的冰也融化了。桑洛走到河边，蹲下身来，双手捧起一把撤冰的河水扑在脸上。洛洛，是你吗？身后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，桑洛回头看去，丽蛮，好久不见。丽蛮提着竹筐快步走上来，眼睛都发红了。我以为看错了，真的是你，你还活着。放心，我好好的。后来遇到贵人相助，逃了出来。桑洛笑了笑，看向丽蛮身后走来的虎族兽人。你这是加入了哪个新部落？科尔多部落大半的兽人都死在了那场兽潮中，我们实在是没办法，不得不加入了千象部落寻求庇护。洛洛，你如今在哪个部落生活？要不要也留下来？我这次回来就是看看，向你们打听一件事，澜苍他有没有回来找过你们？我们都以为他死了，没想到几天后他找回来了。当时部落正在迁徙流浪，见你不在，他很着急，问了很多人关于你的下落。族长跟他说你死了。澜苍当时很是失魂落魄，后来没有再留下来，离开了。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？这个我倒是也不太清楚，但我听见老族长和他的谈话，澜苍似乎是西大陆的兽人，在科尔多部落没了牵挂，应该回西大陆了吧？亚兰斯帝国占据西大陆近半的领土，除此之外，西大陆还有各方独立势力，几十股势力鱼龙混杂，割地为王。更别说光一个西大陆的面积比地球还大，想要找到它重聚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看来跟这个男人终是有缘无分啊。不过知道澜苍还活着，
就行了。丧妻之痛过段时间也就散了，以他的实力还能再找个第二春，生我小狼崽子，自己也该放下了。天色不早了，我想在部落里暂住一晚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？方便，我带你过去。入晚，桑洛毫无困意。突然，门口出现了一道隐秘的黑影，那道人影慢慢扭曲成无法言说的黑影，如蛛网般一点点爬到墙上，将木床上桑洛围住。即将被包裹吞噬的那一刻，桑洛一个翻身，手中快速结出雷球，击中黑影。那触手般的影子瞬间如同潮水般退却，他趁机而上，用雷球击中门口的方向。一声惨叫，那只假兽人倒在门口，化作一只漆黑的大蜈蚣。附近其他兽人听见这边的动静，都纷纷赶来了。竟有虫族潜入了千香部落了！彻查，部落从前出现过虫族吗？他们到底是从哪儿钻出来的？谁知道这些鬼东西怎么来的？自从前段时间爆发了兽潮后，森林就突然出现了这些虫族。除了千香部落外，附近的其他几个部落都出现了雌性被掠走的情况，防不胜防。虫族的伪装能力太强了，他们没有抢到雌性，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既然如此，我决定多留几天，和你们的狩猎队一起巡查。部落外茂盛原始的森林中，桑洛背着弓箭包，手中半拉着一把木弓，轻巧跳到一块岩石上，在一群高大雄壮的兽人中，这么一个娇小柔美的雌性格格不入。不远处的屠猪难以置信极了，他居然真的还活着。桑洛也注意到了这道黏腻的视线，他回头与他对视了一眼。看来屠猪从族长贵慈那里得到了不少好东西，才半个多月不见，升为6阶了。他身边还围着不少5阶兽人和另一个6阶兽人。喂，小雌性，不如躲到我们身后，我们保你平安。只要你愿意跟我们交配，生几窝崽就行。好啊，不过想让我看上眼可没那么容易。不然你跟我比试一下，赢了我就答应你的要求。他从兽皮袋中抽了一根弓箭，拉开弓弦，对准了那只笑得最大声的凶兽。羽箭瞬间脱手而出，凶兽惊得浑身出了一身冷汗，赶紧躲了过去。羽箭却并没有对准他，只是擦过了他的一缕头发，射中了100米后一只毒蛇星兽。有人转身跑去看星兽的尸体，伤口上雷电缠绕，一击毙命。5阶以下的兽人都做不到这种程度，你竟然这么厉害！现在知道谁该保护谁了吗？离得这么近，连危险都没发现。抱歉，你太弱了，没资格入我的眼。桑洛说完便去了队伍前方，专心杀起星兽。屠猪的目光一直都放在桑洛身上，见他孤身一人离开，眸子一暗，同跟身边几个兽人打了声招呼，说去林子里方便一下，便尾随跟上。桑洛并非没有察觉到身后的动静，他没有回头，浑然不知般大步往前走，直到与部落队伍拉开了好几公里，才停下脚步。你的天赋力量是吐息，能力之一便是探测地洞，所以之前才能暗中发现兽潮的踪迹，并以此陷害澜苍，是吗？屠猪脚步蓦然顿住，后知后觉自己早就被发现了。他冷嗤了声，双手环胸，好整以暇。知道我跟过来，还敢离队伍那么远，自寻死路！你想杀了我？知道为什么我任由你跟过来吗？因为我们2个都抱着同一个想法。衣裤爆开，屠猪化作一匹体型壮硕庞大的灰狼，后腿一蹬，冲他扑杀而来。一排几米高的土刺破土而出，桑洛轻轻一跃便是3、4米高，那树上让灰狼扑了个空。与此同时，他迅速拉开手中弓箭，凝聚了雷电之力的箭矢击中灰狼的身体，可惜并未击穿。他的箭矢一次又一次落空，远远做不到之前一击毙命的准头。2人缠斗了几十回合后，灰狼前肢猛地拍地，大地蓦然一阵剧烈颤抖。周围大片树木崩裂开了，桑洛从树上摔了下来，他心头一慌，几乎在瞬间便快速推动体内本源的力量，无数树木根系生长出绿色藤蔓，裹住他的腰身，平稳落地。屠猪看见这一幕，竟有些恐惧地向后倒退数步，狭长阴冷的狼目中满是不可置信。你有2个异能，可惜他知道晚了。一股粗长藤蔓缠绕住灰狼，带着毒刺的藤蔓头部一击击穿灰狼腹部，灰狼了无生机倒在地上，彻底没了声息。他反杀了屠猪，桑洛脑子却骤然一阵昏厥，他知道本源力量又耗尽了。他向前踉跄了2步，想回到部落队伍中，但眼前一黑，彻底没了意识。一个相貌普通的兽人路过林子，动作略显僵硬奇怪。突然，他眼珠动了动，直直看向昏倒在地的年轻雌性，那双眼瞳被兴奋浸染，化成了全黑色。他将雌性扛在背上，嘴中念念有词，献给虫王子嗣。贝克曼森林，一座城池的兽人全都被同化成了虫族，成为了虫族在这片大陆上的一个新根据地。四面八方进城的兽人，每人背上都扛着一个昏迷的雌性，他
他们表情麻木，步伐也很是僵硬，还有一部分兽人的脑袋和四肢被一根根白色、几乎融于空气的丝线牵引着，是被虫族操控的傀儡兽人。一排排的傀儡兽人扛着石料和建材，正在城中心建造一座新的宫殿。一名黑发金瞳、腰蝎俊美的少年从宫殿中出来，路过的那些虫族都对他恭敬行礼。殿下，这么多优质雌性，一定能让虫王陛下诞下子嗣的。阿努比亚没说话，心中冷笑。那个谁，过来。虫族麻木的脸上满是畏惧和恭敬之色，丝毫不敢违抗，连忙扛着背上的雌性过来。阿努比亚伸手捏起雌性的脸，看清了他的面容。见了这么多雌性，这只雌性绝对是顶尖美貌的，身上的气味更是迷人，绝对是个高生育力的极品雌性。把这个雌性送回去，虫王陛下绝对会大喜，自己升官加爵的日子指日可待。这只雌性我看上了，留下给我。殿下，这些雌性都是要进贡给虫王陛下生育皇嗣的，你这么做是在向虫王陛下抢人，若是被虫王陛下知道了，恐怕……你在反抗我？这些年来送了这么多雌性，那老家伙都没能诞下个一子半嗣，估计是身体有问题了，还不如成全了我。桑洛醒来时，躺在一处装潢华美的宫殿床上，红纱垂落，木质的熏香飘在空中，青烟袅袅升起，味道还不错。洛洛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想我了吗？一个男人从门口走来，桑洛看清来人后，蓦然僵住了。黑发黑眸，高挑冷峻，不是澜苍又是谁？但不可能，澜苍从来不会用这种戏谑的神态和调笑的口气对他说话。一言假。你是谁？他冷声质问。男人轻笑了声，又变成了阿努比亚。是你把我抓来的。是我救了你，要不是我，你现在估计早就没命了。对了，你被凯撒尔带走之后解履了吗？要你管。呵呵，那看来是没有了。你这块肥肉他都不标记一下，可是很容易被人抢走的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就解履吧。桑洛根本不给他任何近身的机会，他一凑上来便得享受下10万伏特的电力。阿努比亚的脸色都沉了，浑身气息都一下子阴冷骇人。他可是救了他2次，他却这么对待自己，气得阿努比亚摔门而出了，不知道去哪儿撒气。等人彻底离开后，桑洛也赶紧从床上爬起来，寻找逃跑的出口。整个宫殿都密封得严严实实的，除了宫殿大门外，没有其他出口。桑洛前脚刚踏出大门，便对上了一双双漆黑无光的眼睛，正死死盯着他。门外一排排虫族看守，远处更是数以万计的虫族，都齐齐看向他这边。一时间，桑洛全身鸡皮疙瘩暴起，他赶紧把门关上，退了回来。想得到我的能力吗？若你得到我的力量，说不定就能成功逃跑。桑洛才不上当，雌性能够在交配时得到雄性的天赋力量，归根究底是因为雄性初次的原养。阿努比亚这般放浪不羁的模样，谁会相信他还保有自身本源之力？我的本源之力仍在，你想要我便给你。桑洛沉默，他想变强，但也不是什么都吃的。这种坏心眼的虫子把自己拐出来，不是好人。你本应被献给虫王，是我把你留了下来，可在其他雄虫眼里，你便是无主的雌性，谁都可以觊觎。这些常年无雌性相伴的低等雄虫，极易被气息引动。你此刻若不与我缔结连结，散出的气息只会引来更多雄虫。过了今夜会发生什么，我可不敢保证。你真的是第一次。我保证，你试试，我就知道了。是就是。他猛地拽住他的衣领，血气顺着2人的唇齿蔓延。阿努比亚兴奋的眼瞳化成了猩红色，窗外的虫族爆体而亡。红纱床幔落下，遮住了纠缠的身躯。他实在动人，竟让阿努比亚彻底沦陷。不好了，殿下，有人动了污染源。阿努比亚一脸烦躁，不得不停下离身，又意犹未尽，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乖乖在床上待着，我马上就回来，咱们再好好快乐快乐。缓了好大一会儿，桑洛舔了舔唇，闭上眼，细细感受着体内新出现的天赋力量。天赋空间穿梭，天赋拟态变换。桑洛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又皱眉。阿努比亚给他的天赋力量是王兽级别的，他境界虽然又提升了一大截，差不多稳定在了6阶巅峰到7阶这个点上，但相比较王兽的实力还是太弱了，发挥不出天赋力量的完全实力。空间穿梭的距离太短，也就几公里而已。桑洛在墙角看见了一只死老鼠，心神一动，化成了一只桑鼠，衣服掉落在地，爬进了一扇铁门里，也不知道钻进了什么地方。此地光线很暗，很潮湿。突然间，桑鼠听到了细微的啜泣声，沿着声音穿进了一条暗道里。一间间的牢房，铁栅栏里关押了很多雌性。他大致扫了一眼，足有上百个。兽食雌性这么珍贵，居然被这些虫子关押进了这种糟糠之地。
桑树顺着铁栅栏爬上去，用牙狠狠咬了咬铁锁，咬不断。这种铁门，铁锁似乎是用特制的材料炼成的。沉重的大门响了，光线照进来，桑树前肢离地朝远处看去，有很多身材高大的虫族走近。他不敢再做多停留，墙角有个老鼠洞，赶紧跑了出去。兜兜转转了几圈后，桑树总算成功跑出了宫殿，溜出了城，一眨眼便消失在了护城林。阿努比亚出去跟人打了一架，灰头土脸回来后，发现人没了。本殿下的雌性呢？一群废物，连个雌性都看不住，把他给我捉回来！桑鼠在森林里撒欢的跑，动用小距离的时空穿梭，很快便逃出了几十公里开外了。桑鼠刚跑河边喝了几口水，突然间身子一个悬空，被一条体格强健修长的金狮轻轻叼了起来，往前漫步走去。什么情况？桑鼠警惕极了，浑身僵住不动，不敢轻举妄动。金狮叼着它一路闲庭信步，也不知道到底要带它去哪里。慢慢的，桑鼠意识到有些不对劲。这段时间贝克曼森林兽潮频发，还有虫族虎视眈眈，但被金狮叼着的一路走过来，他连半只兽影都没看见。桑鼠确定自己没有生命危险后，倒有闲情观察起来了。这金狮怎么越看越觉得眼熟，似乎在哪里见过。是在客栈遇到那个金发男人。小可爱，没想到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居然是只小老鼠。啊！靠，这人认出自己了。桑鼠踌躇了下，再装下去也没意义了。于是他抬起小脑袋，尖尖嘴巴的小胡须一颤一颤的。你怎么认出我的？样子变了，气味又没变，还是那么好闻。我远远的就闻见了。你干嘛要叼着我？贝克曼森林这段日子可不太平，附近有很多虫族，你一个雌性在这儿跑，容易被捉走。我在洞外留下了能量气息，星兽和虫族不会靠近。我还有点事要善后一下，你先在这里好好待着，等我回来带你回西大陆。对了，你饿了没？要不要吃点什么？我顺手给你补点猎物回来。随便什么都行，我不挑食。金狮说完便跃出了山洞，转眼消失在了林子里。桑鼠等啊等啊，一直从上午等到傍晚，说好带食物回来，大半天过去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他都快饿扁了。桑鼠叹了口气，跑出去觅食了。远远的见到河边倒了个男人，怪不得没给他找食儿吃，原来是受伤了。桑鼠跑过去了，凑到多图跟前探了探鼻息，还好没死，还活着。多图身上受的伤倒是不严重，但浑身缭绕着一股黑气，这是基因狂躁症发作的症状。这头狮子跟虫族打架了，哎，2次偶遇也算是缘分。这头狮子刚刚还想保护自己来着呢。桑鼠前爪渐渐释放出淡绿色的能量，将男人的身躯包裹，一点点驱散了黑气。多图从沉睡中醒来，低头一看，灰扑扑的小段子鼠正趴在胸口上酣睡。桑鼠也睁开了黑黝黝的眼睛，盯着他看。他起身，一只手提起他的尾巴，随意坐在地上，曲起一条腿，手肘搭在膝盖上，勾唇笑得肆意。你怎么一直保持兽形？不打算变回来吗？桑鼠脸一红。他的衣服掉在虫族宫殿了。多图反应过来了，点了下脖子上的吊坠，拿出衣服他披上。你转过身去。多图挑眉看了他一眼，听话站起来，转身去了树后。穿好了吗？他这才走过来，目不转睛盯着桑洛。你真好看。多图喉结滚动了下，心脏狂跳。谢谢。桑洛低头整理衣褶。你应该也是西大陆的兽人吧？哪个地区的？需不需要我送你回去？不用了，其实我不是西大陆的人，我就是附近部落的本土雌性。那你是哪个部落的？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着急，我过几天再回去。正好，我明日才打算回西大陆，不然今晚咱俩凑合过一夜，有一个雄性在身边，最起码也安全点。他紧挨着他坐下，毛茸茸的尾巴悄然勾住他的腰，轻轻抚了抚。桑洛默默瞅了一眼暗含期待的男人，见他不自在，男人又把尾巴偷偷松开。我去给你摘些果子吃吧。多图刚要起身离开，脸色骤然一变，将他挡在了身后。小心，有虫族！无数诡谲黑影袭来，男人瞬间化作金狮，浑身缭绕着火焰之气，无数火球喷射而去。黑影转瞬化为灰烬，虫兽数量太多了，金狮总有顾不了的。他粗长的尾巴一卷，便将它放到自己的背上。一群长着透明翅膀的虫兽从高空飞驰而下，桑洛赶紧捏出了一道又一道的雷球，轰击而去。那些低等虫族被金雷触碰的那一刻，瞬间灰飞烟灭。你居然有天赋能力，伴侣的，还能继续吗？桑洛摩拳擦掌，他打得正爽呢。金狮的胸腔中传来愉悦震动，颠了颠他。那咱俩合力把这片区域的虫兽全部消灭干净，做好了。桑洛坐在金狮身上，宛如蝗虫过境，雷火交加。短短1个晚上，整片区域的虫族全都被消灭干净了。天亮了，多图该返回西大陆了。他脸红看着他，此番也算是缘分了，加个好友吧。
桑洛没拒绝，伸出手，手上的银蛇手镯透出光影，和他扫了一下。你当真不是西大陆的雌性？其他大陆的人可不用这个。我在西大陆有朋友，这是他送给我的。以后有事帮忙的话，可以去西大陆找我，我叫多图。桑洛。你不觉得我的名字有点耳熟吗？我应该认识你吗？多图彻底确定他不是西大陆的雌性了。没有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以后有机会出来再吃顿饭。有机会再说吧。桑洛挥了挥手，也转身离开了。桑洛匆匆赶回了西大陆，满打满算正好6天，凯撒尔应该还没回来呢。没想到棋差一步，他刚到家时，正见正坐在沙发上看书的男人时，你刚回来？上午回来的，在等你。我出去玩了一趟。他合上书，认真看着他。以后早点回来，想去哪里跟我说，我可以陪着你去。你平常不是很忙吗？我不好意思打扰你。对你的话，我有时间。凯撒尔自然而然揽过他的腰，坐在大腿上。桑洛低头在他的唇上亲了亲。凯撒尔青涩地加重了这个吻，呼吸慢慢沉重。你的实力如何？他能感觉到凯撒尔的力量要比阿努比亚更强。真王阶。真王阶是什么？7阶之上是王兽，大致可以划分为3个等级：半王阶、真王阶、王阶巅峰。我前段日子刚突破到了真王阶。凯撒尔应该是自己目前遇到境界最高的兽人吧？拿下凯撒尔，说不定能直接抵达7阶巅峰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上次不跟你结驴吗？我讨厌别人骗我。凯撒尔呼吸不受控制沉重起来，额头渗出薄汗，哑声道：“那只狼兽狂化值突破80，已经失控，它极有可能与反叛军有关系。帝国不会留他，我不希望你被他牵连。”桑洛不以为然，澜苍还能回去找自己，说明他并没有失控。你知道他在哪？若我能找到他，他就永远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。凯撒尔，求你别对他动手。你是因为他来找我的，我答应你不为私情迁怒，但遇见反叛军，我会公事公办。你还想着他？我以为你回鲁布尔森林一趟，已经放下他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离开了？我在鲁布尔森林布下的人手没有撤走，有人见你去过那片废墟。我今天上午回来时收到了录像。唉，我跟他的缘分终究还是浅了点。证明给我看。桑洛绽放出一抹柔媚醉人的笑，暧昧勾魂。我现在有点想要你了。压根不给他半路反悔的机会，凯撒尔将人抱起，去了卧室，放在床上，让我能名正言顺地照顾你吧。翌日中午醒来，餐桌前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午餐。凯撒尔切好肉排，见桑洛走过来，又倒了杯清牛乳，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？是我专门差人从兽林里现捕现杀的，很新鲜，味道真不错。对了，有件大事差点忘了跟你说，贝克曼森林有不少部落雌性被虫族抓到了一座城里，那座城里如今全是虫族，成了他们在兽氏大陆的一片基地。给我张纸。凯撒尔去书房给他拿了笔跟纸，桑洛按照记忆绘制地图交给了他。你是从哪儿知道的？我在贝克曼森林不小心被虫族抓走了，不过成功逃出来了，你别担心。我明天过去看看。我跟你一起过去。你才刚回来，歇几天再说。凯撒尔笑道。光脑震动传来消息，他垂眸看了眼。稍等，我出去一下。凯撒尔起身去了书房，投影出一个金发男人的虚影。殿下，凯撒尔行了个标准军礼，便聊起正事，看向金发男人的表情很是冷淡。你前几日去了卢布尔森林，怎么想我了？几天不见就这么着急我的动向？多图躺在沙发上，轻眯着风流漂亮的臂眸，拿着一杯红酒，轻轻摇晃小。卢布尔森林做什么？身为跟我从小长大的好兄弟，你被那可恶的虫子暗算了，我怎么可能坐视不管？自然是替你报仇去了。是老兽王派你出去的，你擅自动了我的直系军。凯撒尔语气冷如冰霜，他的直系军队驻扎在卢布尔森林，偏偏这时兽王派出皇子，用皇族的身份调兵遣将，无一不是在警告他。你别多想，就是父皇嫌我在家里没事儿，整天花天酒地没个正形，便把我赶出去，给我找点事儿做。多亏了你驻扎在森林的那一支部队的协助，我可是成功拿到了这东西，这就是引发大片区域星兽潮暴动的原因。凯撒尔挑眉，却并不惊讶，冷笑了声。污染源，阿努比亚不是第一次在贝地搞这些了，我之前炸了他2个基地，也发现了这种黑金污染源。不仅如此，塞尔城那边成为了虫族基地，关押了上百名雌性。话说我这次出门遇到了个小雌性，比我这么多年见过的贵族雌性还要漂亮，可惜她不是西大陆的人，等哪天我约出来带给你看看。你前段时间不也鲁布尔森林带回来了一个小雌性？听里昂他们说你宝贝的很呢，还专门养在了家里，什么时候带出来让我看看？老兽王有意培养你的势力，你也该收收心了。凯撒尔说完便要掐断通信。等等，先别挂，我这次还有件正事要说。你不打算把那个小雌性送到亚兰斯军校学习吗？你平日很忙，留他一个人在家里多没意思。今年的军校招生明天就结束了，下次可要再等1年了。凯撒尔斯基桑洛是从部落来的，很多东西没有学习过。亚兰斯军校是帝国第1学院，虽然坐拥着帝国最好的资源，但同样条件苛刻，很少有雌性能在那里待下去，便去询问他的意见。上学？桑洛听到这消息罕见愣了下，都穿越了居然还要上学，他可是上够了，没啥兴趣，但多少有点好奇。你可以去看看，要不想上的话，我再给你办退学。亚兰斯军校最后一天赶来报名，人还是很多，前面排了一场长长的队伍。你们听说了吗？这次的新生入选要严格很多，
测试天赋的等级，网上又调了一个度。听说爆发兽潮是和虫族有关。那群虫族怎么又卷土重来了？上将大人不是已经……那人的声音突然停下，周围其他人等着他说呢，却见那兽人小声激动：“上将大人，我没看错吧？”原本交谈吵闹的人群突然紧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凯撒尔和桑洛吸引了过去。不知上将大人有何吩咐？居然亲自劳烦你跑一趟。给他办理报名手续。校长的目光这才落在桑洛身上，见是一个雌性，更是惊讶极了。还请随我来。桑洛乐得自在，见园子凉亭里的花开得不错，便过去等着。就是你这个贱人，勾引了凯撒尔哥哥。桑洛坐在凉亭下，一道锋刃却骤然袭来，他并没有回头，侧身轻松躲过，转头看向偷袭那边，一高一低两道人影快步走来。贱人，本公主要打你，你还敢躲？被打了，傻子才站着不躲吧？你跟凯撒尔哥哥什么关系？干嘛要纠缠他？我警告你离他远点，否则本公主要你好看。原来是凯撒尔的爱慕者啊！我跟他没什么关系，就是把他睡了而已。贱人，你敢骗我？睡了就是睡了，我为何要骗你？索菲尔怒火中烧，恨不得上前将他掐死。鹰兽皱眉拉住了他，上前一步，紧紧盯着桑洛，掌心中慢慢凝聚了一道锋刃。我一向不喜欢对雌性动手，要怪就怪你惹了公主殿下不痛快。鹰兽再次发动攻击的一刹那，一股无形的力量直接将男人掀飞在地，一屁股蹲在地上。他惊愕看着四周，狼狈又可笑。是谁在偷袭？索菲尔也惊恐向后退了2步。随后又一巴掌甩在了他的脸上，头纱掉在地上，露出那张娇媚的脸蛋，半张脸上浮现五指印，他甚至来不及疼，心中满是恐惧。鹰兽亚蒙还没来得及爬起，又一巴掌狠狠地扇了过来，两人都摔倒在地，但似乎看不见有人动手。鹰兽亚蒙眼睛都气红了，刚发出一声仰天长啸，口中喷出了一道锋刃，冲桑洛袭去。住手！锋刃在空中破碎，桑洛扭头看见多图快步走了来，脸上带着怒意。王兽的威压倾覆而来，鹰兽亚蒙瘫软在地，连动都不能动了。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军校内严禁随意攻击他人，严重违规者将直接取消入学资格。表哥，你怎么帮他？明明是这个雌性不知道背后搞了什么鬼，他还打了我一巴掌。索菲尔，这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，院长还在找你，别让他久等了。索菲尔一听到院长2个字，眼中明显有了些许忌惮，但走之前还是不服气地瞪了桑洛一眼，恶狠狠道：你给我等着！若是再敢纠缠本公主的雄性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索菲尔从小被人捧着长大，性子任性了些，你别介意，我回头教育她。多图，又遇见你了，小可爱。上次走得太急，这次再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叫多图亚兰斯，亚兰斯帝国的皇室储君。你不是说你不是西大陆的雌性吗？我带他过来的。此时凯撒尔办好登记手续过来了，他拉过桑洛的手，多图则看了看两人，呆了。没受伤吧？那只6阶鹰兽想伤我，还差了点。下次有人再挑衅的话，可以下手再重点，不用刻意收着，有我护着你。原来就是你家的那只小雌性啊，小可爱，你可蒙骗我好惨。不过蛇和鼠是天敌，凯撒尔，你怎么找了一只小鼠雌啊？桑洛简直想冲上前捂住他的大嘴巴子。我可没真想当老鼠啊，不过凯撒尔原来是蛇兽嘛，这倒是没看出来。你是鼠兽，你怎么知道桑桑是鼠族？你见过？连我都没见过。这只狮子居然见过兽性化人时没穿衣服，若被这头狮子撞见，那岂不就是……空气骤然阴冷了下来。这一瞬间，多图感觉凯撒尔都想生吞活剥了他。唉，我跟你家的小雌性可什么都没发生，只在鲁布尔森林见过2面而已，我都还没来得及跟他发展出什么关系，这不就这样了？庄园凯撒尔留多图吃了顿午饭，让侍者准备了几10道菜，还有现榨的果汁。凯撒尔哥哥在吗？我听说表哥也来了，你们在玩什么呀？怎么不一起叫上我？好像是表妹，我去开门。你的小相好来了。你安心吃饭，我去处理。还想吃什么？跟下面的人吩咐就行了。校长拉尔图来找凯撒尔商量正事，没想到这小公主非要死缠烂打跟过来，还请移步书房商议。好，打扰上将阁下了。桑洛一边啃着鸡腿，一边偷偷瞄着书房那边的动静。凯撒尔和校长刚商量完正事，索菲尔抓住了他。凯撒尔哥哥，你知道我的心意的，我从小就喜欢你，按照父皇从前为我俩定的婚事，你下个月就该来找我提亲了。感谢公主厚爱，不过这只是老兽王当年的随口一提，我并没有同意。更何况我也有伴侣了，
此事以后不用再提了。索菲尔咬唇不甘心，校长没给他继续作妖的机会，忙带人离开了。凯撒尔转身去找桑洛，多图看了看门外，又快步跟上他，小声道：“不过说实在，你真打算和那只小鼠雌结为伴侣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鼠兽的基因资质太杂乱低下，若是以后真的生孩子了，恐怕会是一群混血兽。混血兽的天赋很低下的。”好啊，这多图居然偷偷给凯撒尔上眼药。我不在乎他什么种族的，也不在乎他的基因血统，只要是他，我就喜欢。你还真是栽在那只小鼠雌身上了。是栽了，心甘情愿栽的。可索菲尔前些年指名道姓要你，父皇都为你俩赐婚了。其实，若你真的喜欢那只小雌性，可以把它收作情人。我从来没同意过这门亲事，我已经与桑桑结侣了，我这辈子也只会有他唯一一个雌性。凯撒尔见桑洛从屋里走出来，知道他全都听见了，走上前拉住他的手，讨好道：“我过几天去帝都一趟，退了这门亲事。”之前为什么不退？是因为我吗？我本来也没想过和公主结侣，只是从前一直没将此事放在心上，就忘了。3天后有一场入学考试，你要过去吗？很难考吗？不算难，主要是测一下天赋和实战能力，还有一场文试考试。你若嫌麻烦不想去，我也可以让你保送进去。走后门啊，哈哈，还是去试试吧。亚兰斯军校的入学测试和前些年没太大变化，主要分为3场测试。第1场测试天赋，第2场文试，第3场则是重头戏，考验学生的实战天赋。桑洛倒不担心第1关，愁的是第2关的文试。他对军校的理论知识一窍不通。3天啊，临时抱佛脚，都要被佛踢上一脚啊。这是往年亚兰斯军校的测试题，我整理了一下，你可以先做着练练手，有不懂的可以问我。桑洛抓过卷子，赶紧埋头做题。凯撒尔给他倒了杯果乳，不够，再给我来20张。3天后，桑洛来到学院大厅，有人在整理装备，有人在临时备题，差不多有几千人，雌性只有100来位，个个身着华丽，容貌上乘，基本都是世家出来的贵族雌性。每个雌性身边都围着几个兽人，鞍前马后的，看起来像是他们的伴侣。第3关的实战淘汰赛，大部分雌性论实力，根本就没有入选的机会，便带着同龄的伴侣过来协助。不多时，人群的躁动安静了不少。3只巨兽拉的马车大摇大摆驶入学院，这种巨兽是被驯化的高阶星兽巨龙蜥，一位英俊伟岸的白虎兽人伴在左右，他掀开纱帘，将马车上的人抱了下来。索菲尔被人众星捧月，迎在队伍的最前方。等人到的差不多了，分批进入测试的校场。很快，桑洛跟着一位领路的兽人进了测试雌性天赋的教室。桑洛来到阁楼时，上一批雌性大多都测试完了，有将近一半都没到达及格线。还请贵子将手放在这块石头上，闭上眼，调动体内的天赋力量。桑洛站在石台上，将手放在这块2米高的石头上，很轻松便调动出了体内的天赋力量。在桑洛将手放上的那一刻，天赋石瞬间亮起。雷系天赋。另一个测试的学生惊讶站起，只见天赋石的光芒散去后，一道雷电蓦然劈下。你好，我是格伦，负责战斗系的学生。我敢说，以贵慈的天赋进入学院，板上钉钉的事了。以后整个家族飞黄腾达可都靠你了。格伦笑得别有深意。第2场文试的考场在西楼，我带您过去，还请小心脚下的石阶。格伦唯恐桑洛碰到磕到了。第2场笔试的教室里，桑洛看着试卷上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考题，跟凯撒尔给的那几张卷子几乎一模一样，这是多不信任他，连考题都骗出来了。桑洛随便做都能得90分以上，第一个潇洒出了考场，旁人都羡慕极了。前2个天赋测试和笔试已经刷掉了1半多的兽人，然而第3关的淘汰赛才是整口戏。众人被传送到一片森林里，此地是亚兰斯学院设立的围猎场，圈养了很多星兽，低阶到高阶不等。他们的任务就是猎杀星兽。星兽身上有几率出现学院投放的令牌，越强大的星兽有令牌的几率越高，以令牌的数量作为新生成绩排名，在光廊上实时更新。为期半个月的测试时间，前800名录取。台上出现了几个光幕，同步播放狩猎场内的情况。桑洛将精神力散发出，方圆几十米一览无余，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囊括在内。突然，他脚步一顿，穷乡僻壤来的雌性，身边连个像样的雄性都没有，呵呵，一个没人要的低劣属雌，有命进来，不一定有命出去。那个带队的学长在背后阴冷看了他一眼，极轻的嘲讽了一句，那句咒骂被桑洛听入耳中，皱了下眉。这人对我的恶意好大，他怎么知道我是属雌的？桑洛又将精神力又扩大了些，看见他朝一道人影快步走去。那只暴兽学长绕过人群，跑到了一处隐蔽山洞里，山洞内可以屏蔽外面的光幕。索菲尔也在。菲尔，外面有很多星兽，这半个月你先待在洞里别出来。库尔奇在洞口设好了防御屏障，
7阶以下的星兽都无法闯进来，安全的很。这样真的可以吗？那我的成绩怎么办？抓几只高阶星兽而已。菲尔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们2个很快把令牌给你拿回来，保证你能在这次测试中拿下第1名。一个7阶棕熊兽人从洞口走回来，递过去一个果子，讨好道：“还是你们2个懂事。”索菲尔吃着果子，冲某个方向看了一眼。对了，我不想看见那只惹人厌的鼠雌。你们2个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放心吧，菲尔，亚兰斯军校可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能进来的。第3关的淘汰赛难度可不小，新生都签了生死状。每年淘汰赛都会失踪那么几个，今年自然也不例外。把事情办好，少不了奖励你们2个。索菲尔这才满意的笑了，摸了摸肚子，娇媚一笑。2个兽人的目光一下子就炙热了。要不是地方不合适，恐怕现在得干柴烈火一场。3人商量的计划被桑洛全部听到。桑洛扯唇冷笑，他一向不喜欢都招惹别人，但若对方非要来招惹自己的话，那他也绝对不会手下留情。这2个兽人是索菲尔的伴侣，2人都是7阶。他来到了狩猎场的最中心地带，内围的星兽等级要比外围更高，经常出现6阶，甚至是7阶的高阶星兽。大部分新生根本不敢进入这里。2人很快便找到一只7阶星兽，状如恐龙，几十米高，犹如小山般庞大，每走一步地动山摇。2人合力与星兽缠斗了几十个回合，趁星兽腹部中了一击，暴兽忙用精神力将其控制住，鼻子和嘴巴、耳朵都开始冒血。认清楚味道了，杀了他！被控制住的星兽猛然暴起，一口吞下雄兽。暴兽本能地向后撤了一步，但一只手臂也被给狠狠扯下。那边发生了什么事？有人在与高阶星兽缠斗，快过去看看！有附近兽人赶紧跑过去帮忙。桑洛冲那边看了一遍，迅速收回精神力，跳到另一棵树上，身影瞬间消失不见。这半个月来，桑洛游走在狩猎场的各个角落，斩杀落单的星兽，不管是低阶星兽还是高阶星兽，一视同仁，一刀解决。星脑上的分数蹭蹭往上涨，抵达前10名。场外的老师们也难以置信。上将大人，您带来的这个小雌性可非同一般啊！往年能保持这个成绩的，一般都是7阶兽人了。这小雌性怕不是？凯撒尔有点后悔，让他亲自参加招生比赛了，太招摇了。他都看见好几个毛头小子可劲往他身边凑，像那个开屏的孔雀兽，真是惹人心烦。一路杀过来，整个狩猎场的新生都知道了桑洛的威名。还些世家子弟想要跟他一同结队，桑洛可不想带几个拖油瓶，全都拒绝了。以他的成绩拿到新生名额没有悬念了。桑洛也不太想争什么名次，单纯想拿这些星兽磨练天赋力量。离比赛结束的最后2天，将会是一场大型混乱。狩猎场中的星兽基本上被杀得差不多了，想获得令牌，只能从其他人的手中抢夺令牌。真正淘汰赛这才开始。桑洛看着光脑上稳定在前10的积分，悠闲极了，坐在一个枯木墩上，从空间拿出提前准备好的食物，吃饱喝足，拍拍手起身，打算再在附近看看有没有落单的星兽。精神力发散出去，不远处有一群贵族子弟正在欺负一个16、17岁狼兽少年。桑洛整个人如遭雷劈，愣住了，人瞬间消失在原地。他跟蓝苍长得好像。哪儿来的下等狼兽，也敢来报名亚兰斯学院？乖乖把你手中的令牌交出来，我们还能放你一条生路。一群人把少年围堵在角落，抢走了他的光脑。我想进入学院学习，令牌不能给你们，求求你们还给我。开什么玩笑？血统乱的低等狼兽也想进入学院学习，我看你还是没尝过我们的拳头。有个膘肥体壮的兽人冲他的脸挥拳而去。长眼的滚开，不长眼的留下挨打。桑洛冲上前，一脚将兽人踹开了。狩猎场的新生几乎没人不知道桑洛，这几个贵族子弟实力不高，也就5阶，当即便欺软怕硬跑开了。桑洛捡起地上的光脑，递还给了狼兽少年，看着他那张脸出了神，和蓝苍有3、4分相似。谢谢。少年接过光脑，便低着头匆忙离开了。桑洛就愣神了这么一下，人没影了，连名字还没来得及问，他赶紧追出去，依旧没找到人。半个月的淘汰赛结束，测试老师打开传送阵，桑洛走过去问格伦，能不能帮我找一个人，一只狼兽。这届报名的新生不少，狼兽也有几百个呢。大部分狼兽都会选择战斗系，我到时候可以帮你看看。找到之后帮忙给我复印一份信息资料。事成之后请你吃饭。回到寝室，凯撒尔走过来，他上前将他搂在怀里。桑洛知道他刚从校长那边回来，测试结果都看过了，索菲尔成绩不够，但凭借着皇室身份被兽王保送了。你还想去学院上学吗？说实话，桑洛对上学没太大兴趣，但在狩猎场中遇到的那个狼兽少年一直让他耿耿于怀。是巧合吗？蓝苍曾经提起过，他有一个弟弟在西大陆上学，算算年龄应该也16、17了。有时间的话就去。好，那就给你办旁听生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。
比较自由，没有限制，只要修够了学分就能毕业。这段日子，下人们都不敢往后院那边走，时不时能听出一些让人面红耳赤的动静，从晚上到早上都不停。餐桌前，平日最喜欢吃的蔬菜面食，桑洛看都不看一眼，就盯着肉吃。凯撒尔见他这么快就吃完了，又让下人赶紧又端了几盘肉菜。等桑洛吃完了一盆蒜香烤鱼，2盘酱肘子，3盘凉拌鹿肉，还有一整锅的母鸡汤，连汤带肉喝完，还就着吃了3、4块肉饼，甚至还意犹未尽的舔了舔唇。桑桑，你是不是身体哪里不太舒服？没有啊，就是单纯觉得饿，想吃肉。都怪你，我这几天都没好好吃饭，多吃点肉也是正常的。你不会是嫌弃我吃的多了？不嫌多，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我就是怕你撑到了。桑洛看了看自己吃空的7、8个盘子，一时也是有些无语了。他什么时候这么能吃了？关键是能吃还能睡。他吃饱后立马就困了，又回去睡回笼觉。好几天都是这个情况，凯撒尔提心惊胆极了。凯撒尔从寝室走出来，遇上收拾餐桌的老兽人。老兽人意有所指，笑道：夫人这个样子倒像是怀孕了，当年我伴侣怀孕时也是这个样子，食欲大增。若是这一胎怀的是个肉食性的小崽子，那就一切都说得通了。桑洛刚醒过来，便看见凯撒尔坐在床边，正直勾勾盯着他，小心翼翼又难掩激动地抱住了他。桑洛瞧着凯撒尔通红的脸，有些呆愣地眨了眨眼。怎么了？桑桑，你可能是怀孕了。我前些日子没有节制，不会伤到了吧？我们再去看看医生。不会，我好得很。就算真怀上了，你的孩子没这么脆弱。差不多半个月后，凯撒尔便心知肚明这一胎稳了。激动的几晚上都没睡着觉。他第一次做副手，没什么经验，带桑洛去医院开了不少养胎药，还有最好的滋补药品。多图从医院那里得知这桩喜事后，当即也连夜从皇宫赶来，见桑洛肚子真的大了起来，才确定这件事是真的。你确定要养？这一窝估计是个鼠族，或者是蛇鼠混血，没多大天赋的，纯种天生王兽的血脉极难孕育，就连混血后代的孕育难度都要比普通兽人高上不少。这一胎怀得这么快，10有8、9是一窝小鼠了。不管什么种族，都是我的孩子。凯撒尔一点都不嫌弃，依旧很高兴。这样一来，父皇那边可难办了。如果凯撒尔迟迟没有子嗣，老兽王其实也压根不在乎他的伴侣是谁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有了子嗣的雄兽将会极其执着对权力的追求，成为上位者最伟大的威胁。父皇不会同意你娶她，想让这个孩子平安降生，除非你和索菲尔结侣，他做你的地下情人，让父皇知道你对这一胎子嗣的轻视，才有可能保住他和孩子。桑桑已经怀孕了，她是我名正言顺的伴侣，我也绝不允许孩子成为见不得光的私生子。还请多图皇子殿下转告兽王，我对争权夺位没有兴趣。如果他想要，我大可以将兵权全部交出，离开西大陆永不涉足。但如果他敢动我的伴侣和孩子一下，我必会让他承受复国之祸。凯撒尔没再管他，转身回了卧室。小狼兽兰若刚从学院赶回家，便见沙发上坐了一个人。哥，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？这次要在家多住几天吗？回来看看你，明天就走。入学考试怎么样？测试通过了，成绩很不错，排第139名，进了战斗系。我知道你一直都想去那里。其实哥哥也想吧，但当年没有凑够学费，被学院拒收了。其实亚兰斯学院的兽人也没有多厉害，有很多都不如哥哥。如果哥哥当年去了亚兰斯军校的话，肯定也是佼佼者。男人笑了笑，并没有多说什么，转身去了厨房。庆祝你顺利考进了亚兰斯学院。今天想吃什么？哥给你露一手。那些世家子弟也没有多厉害，他们当中有的人的素质跟贫民窟的那些流子也没什么区别。当时有好几个人围堵，要抢夺我的令牌，幸好有一个人帮了我，他还是个雌性。蓝苍怎么可能不明白他的小心思，轻笑了声。你喜欢？不，他帮了我，我很感激他，像个大姐姐一样，跟哥哥给我的感觉很像。他跟你一样，都是雷系的天赋能力，用的也是惊雷。此时一声清脆响声，锅碗掉在地上，碎了一地。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手受伤了，还没好，刚刚不小心手滑了。他是雷系天赋。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有人跟哥哥同样的天赋，他很强，应该是个7阶兽人。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实力这么强的雌性呢，想来应该是哪个大家族的雌性。蓝苍没再说话了，苦笑了声。他在奢求什么？他已经死了，死在了兽巢中，是他无能，没有保护好他，成为了他此生最大的痛。晚上回屋休息前，他给了兰若一袋晶石，问道：帝都那边的花销挺大的，最近的生活费还够吗？够的，哥。其实我在帝都找了几份杂工，以后的生活费可以自己解决，就不用再麻烦你了。你还小，好好上学就行，其他的不用担心。哥，你又要出任务，不再多休一晚上。见他披上外套又要离开，兰若心中更是羞愧了。不然我还是退学吧。奥罗城的这所学校
其实也挺好的。瞎说什么？我答应受父受母将你抚养到18岁，看着你长大成人，等你上完了学，我也就不再有任何牵挂了。兰若总觉得他的话有些奇怪，笑容中似乎含了一丝悲伤，但他又实在说不出来，便以为是自己的错觉，笑道：话说的太早了吧，哥？等你以后成了家，跟喜欢的伴侣有了孩子，你外出没空时，我还能帮忙照顾小直兽呢。不会再有以后了。地下黑市、西大陆的非法禁区，什么都有的卖，甚至是人命。前来交易的兽人身上都披着一件厚厚的灰袍，脸上戴着奇形怪状的面具，遮掩身份。蓝仓拐角进了一个地下酒吧，前台兽人调了一杯玉条酒递给他，笑道：贵客，真是好久不见了。当家的还以为你已经金盆洗手了呢。带我去见你们当家。大当家不在，二当家前些日子从那里面出来，专程来奥罗城，就是为了见你，还请贵客里面请。他可等你好久了。前台兽人按了下柜台右手旁的一个机关，墙上打开了一个门，带着他进了密道。兽人口中所说的二当家是一个中年虎兽，他嘴中叼了根烟，看向来人，笑呵呵的：蓝仓，你前些日子不还发出退出组织的请求，说是想要过正常人的安稳日子，听说是找了个漂亮的小雌性，现在怎么又回来了？缺钱花了，还是被小雌性甩了？我不想废话，组织里还有什么任务，全都给我。黑壁虎兽掐灭了手中的烟，神秘笑道：这里有个大单子，要不要接？你可想清楚，这可是3S 级别的刺杀令。我这段时间派出了几十个人，全都是组织内1等1的高手，结果刺杀全部失败，没一个能活着回来的。接，无所谓，干完这一单能拿多少钱？我就知道找你是对的，谁人不知孤狼多年委派，从无失手，也是组织内最信任的人才。这次单子的悬赏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那虎兽人拿出一张通缉令递给他，蓝仓接过通缉令一看，是亚兰斯帝国的那位上将。对，就是这个该死的家伙，前些日子把我一窝的兄弟全都端了，还把老子关进了监狱里，好不容易买通了监狱的那群人跑出来，家底都没了。老子要让他血债血偿！那位可是王兽，组织内没人能杀得了他。我这笔钱可不是白出的，杀不了王兽又如何？那位王兽身边如今跟了个小雌性，听说还怀孕了，看得可紧了。若能把那只雌性抓过来要挟……黑虎兽人侧头示意旁边一个兽人，扔给了他一把枪。这是最新研制的 MK570，7阶以下的兽人能直接爆头，就是没试过对王兽的效果如何。如果任务失败了，这笔钱，别忘了你自己也是通缉榜赏金前10的人，那就当我们买下了你这条命，你弟弟的学费也足够了。游艇上，桑洛躺在甲板上，吹着海风，吃着风味海鲜，那叫一个享受。身体还好吗？有没有晕船？还有几天到啊？差不多半个月。怎么了？想回去？没有啊，这里很舒服，我还想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呢。凯撒尔包下了一座游轮，表面上带桑洛出来玩放松心情，其实私底下跟他商量过了，他想带他回东大陆待产，等半个月后抵达东大陆，差不多也就到待产期了。吃完饭后，有服务员过来收拾餐桌，那兽人低着头，若有若无地瞥了桑洛一眼。凯撒尔动作顿了下，低头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，温柔笑道：我先抱你回去休息，有些事情要处理一下，可能要离开一会儿。最高层的某个房间后，微微拉开帘子，出现了一道隐晦高大的人影，瞄准镜中，出现了目标。按下的前一刻，那人怀中的雌性微微侧开了脸，露出了小半张娇美的脸庞，乌发雪肤，红唇艳红，枪瞬间脱手。桑洛似有所感，扭头冲一个方向看去，房间里空荡荡的，并没有人，窗户半开着，窗帘微微晃动。你把游轮包下来了，没有其他游客吧？除了我们2人和游轮上几十位工作人员之外，没有其他人。好了，桑桑，你先休息，天黑之前不要出来，其他事情由我处理。入夜，桑洛被外面的枪击声惊醒了。凯撒尔迟迟还没有回来，外面不会出事了吧？桑洛心中担忧愈加强烈。他刚走到门口，突然听到了几道陌生的脚步声正在逼近。他忙透过猫眼去看，有几个戴着面具的黑衣人正站在门口，其中有一个兽人拿出了这间房的钥匙，走过来就要开门。这些人的目标是他。桑洛向后退去，窗户玻璃被骤然打碎。桑洛来不及反应，掌心立刻凝聚雷力，却猝不及防被人从身后抱了个满怀。男人反握住他的右手，那丝雷电之力居然直接流入了他的体内。桑洛心中来不及震惊，
想要回头，却被人捏住下巴，陷入了一个绵长热烈的吻。那人呼吸急促，像压抑着极大浓烈的情感。与此同时，几个黑衣人破门而入，一只大手遮住他的眼，随后一阵浓郁的血腥味弥漫开来，整个房间被鲜血溅射大半。一个兽人捂着半断了的脖子，澜苍，你敢背叛组织？凯撒尔解决完游轮上潜藏的那几个刺客，精神力一动，便见有几个漏网之鱼朝桑洛的房间过去了，心头一紧，抬手刚欲动作，蓦然又见有另一道人影先一步闯入，解决了那些黑衣人。他动作顿了下，手又放了下去，身影瞬移消失。洛洛，我好想你，我真的好想你。他们说你被流浪兽抓走，我以为你死了。看着这张熟悉的冷峻脸庞，桑洛眼睛也有些湿润了，千言万语呼之欲出。可真到这一刻，他除了紧紧抱住她之外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桑洛轻轻抚摸男人的脸庞，只分别了几个月，但澜苍比之前更加成熟沧桑了，也更清瘦了些，看着令人有些心疼。桑洛轻拍了拍他的背，知道你还好好的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哎，轻点。你怀孕了。澜苍抱住她时，能明显感知到腹部的弧度，又忙小心翼翼松开她，唯恐不小心伤到了。前些日子刚怀上的，才刚过了半个多月呢。澜苍动了动唇，却什么都没说。良久，他才低头在身上的兜里摸了摸，却没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，面露羞赞。我这次过来，没想到会遇见你。没带什么东西能送给你跟这个孩子，对不起。你之前照顾我够多了，有什么好说对不起的？是我一直欠你一句感谢才对。澜苍抿了抿唇，再一次低头看向他微凸的小腹，沉默了下，问道：“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，对吗？”澜苍想像从前那样摸摸他的头，可抬起的手蜷缩了下，又放下，勾唇欣慰笑道：“我就知道以洛洛的魅力，不管多么强大的凶兽都会折服。”桑洛怎么可能看不出他眼中的遗憾和哀伤，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。我可以摸一下吗？当然了。他便要拉过他的手。别，我手上脏，有血。澜苍很少会这么手足无措，他把双手在衣服上擦了擦，才激动又小心的在他肚子上摸了摸。或许是月份还小，很安静，没怎么动，但能感受到里面散发的淡淡的能量波动。由衷道：“他长得很健康。”看着看着，有些出了神。若是我们有了孩子。他只轻轻呢喃了几个字，桑洛没听清他说了什么，抬头看向他修长裸露的脖子。你怎么没戴一指环？你找新的伴侣了？澜苍定定看着他，喉结滚动了一下。你想让我找？说实话，桑洛对澜苍始终有愧意。当年本来说好给他生一窝狼崽，没想到转头怀了别人的崽了，哪个男人能受得了？可凯撒尔这种王兽心高气傲，绝对不会驴尊降贵，跟其他雄兽分享伴侣。更何况澜苍的实力在王阶之下，兽是一雌多雄很正常。但前提是伴侣间的实力不能相差太大，否则强大一方的雄兽会有一种被侮辱感，更弱的一方更容易被暗地里陷害致死。就算以后真的在一起，恐怕凯撒尔也会刁难澜苍。桑洛不想让澜苍因为他活得那么低声下气，完全丧失了自己应有的骄傲。他这般好，应该有一个全心全意爱着他的伴侣。而桑洛想要回去，身边的雄兽不会少了的，他无法再给澜苍全心全意的爱了。只要你能过得幸福，我自然是希望的。澜苍看到他眼中的释然，一切都明白了，勾唇轻扯出了一个不算好看的笑，低声道：“我去了雌性收容所。”桑洛愕然，澜苍笑道：“嫌弃我脏了吗？”没有。那能不能再让我抱一下？桑洛主动抱住他，他头埋在他的颈侧，声音闷碎：“洛洛，我之前是真的打算脱离这个身份，找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。”和你一起过安稳日子。桑洛肩膀上被骤然灼烫了一下，仿佛烫进了他的心里，淡淡的湿热弥漫开来，一滴泪落在他的颈后。桑桑，刺客都解决完了，我方才在房间里没有找到你，便自作主张过来寻你了，想来是没有打扰到你。凯撒尔刚刚故意不出手，就是为了给他和澜苍见面，更准确说是彻底告别的机会。快要下雨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澜苍则主动松开桑洛，退后2步，看了看黑云滚动的天色，你该休息了。凯撒尔则走过来，拉住他的手捏了捏，笑道。桑洛最后深深看了一眼澜苍，便跟着凯撒尔回了房间。很快雨落了下来，澜苍浑身都被冰凉的雨水打湿了，却迟迟没有动。他怅然若失盯着自己的手，呼吸都控制不住的发抖。一个兽人卸下了身上的伪装，格外小心找了过来。老大，你明明喜欢那个小雌性，为什么骗了他？抑制环每个兽人只能使用1次，再用就没用了。2个多月前，澜苍的狂化值达到了80以上，游走于清醒与失控之间，无法再自如变换人形。他却并不接受其他雌性，只能打那种半成品的强化抑制剂，通过损害身体机能来降低狂化值。阿萨不明白，澜苍做了这么多，不就是为了那个小雌性吗？他的心里有了其他人，而且我配不上他了。看到如今站在桑洛身边的兽人是何境界后，澜苍就知道自己没资格再拥有他了，而自己如今的身份反叛军、通缉犯，手上那么多人命，
他跟着自己只会受苦受牵连，他的出现也会给他如今的生活带来困扰。他不能牵连他下水，更何况她还怀孕了，是那位王寿的子嗣。他知道自己彻底成为了过去式。本来我没想留着你，不过你还算有自知之明。凯撒尔不知何时出现了，以3人为中心的区域全部被一股无形的空间力量封锁，外人无法看见里面发生了什么。阿萨顿时吓得脸都白了，拉着澜苍便想跑，结果发现在这片被封锁的空间区域内无法使用空间传送。王阶的力量横扫而去，两人被弹飞数米，澜苍趴在地上吐出了一口血，双手慢慢攥紧成拳。这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和王寿的力量差距，他竟连一丝反抗的力量都没有。你同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境界的。你杀了我吧，我不想让他伤心。这次不杀你，是看在桑桑的面子上，他在乎你。我不想他动了胎气，也不想因为你一个下等兽人，让他和我生了嫌隙。但下次见面，我不会手软。凯撒尔收回手。看来洛洛还是很在意我的，如此我死也足惜。澜苍捂着胸口从地上起来，盯着凯撒尔。他想变强的心从来没有这么强过。我真希望你能永远消失。3年之内，若我没有成为王兽，绝不会再打搅他。下等凶兽，你还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那便就打个赌吧，你现在不杀了我，日后一定会后悔。凯撒尔淡然的神色终于有了些许龟裂，这只狼兽在故意激怒自己，好让他杀了他。一旦澜苍真的死了，他在桑洛心中将任何人都无法替代，彻底成为他永生都无法遗忘的海上月心上人。他和他之间始终隔着他。我说过不杀你。凯撒尔撤掉空间结界，如此我倒也想看看你到底有没有站在他身边的资格。阿萨迅速拉住澜苍，两人身影消失。凯撒尔回到房间，见桑洛倒了一杯酒，他眉头一皱，快步走上前，将他手中的酒夺下，一饮而尽。你现在不能喝酒，对孩子不好。他离开了。往日的恩爱与缠绵又重新浮现在眼前，肉长的心又怎么可能说放下都放下？桑洛是一个喜欢快刀斩乱麻的人，并不喜欢纠缠混乱的感情。澜苍都和别的雌性上过床了，他还有什么好念着的？索性心一横，他拽过凯撒尔，企图让更炙热强烈的激情冲淡旧的感情。我想要你的半兽身，现在就要！凯撒尔瞳孔骤缩了下，呼吸明显沉了。他拉下他的手，哑声道：“不行。”桑洛伸手环住他的脖颈，轻轻靠近。凯撒尔抓着他的手用力，喉结剧烈吞咽了2下。他低头瞥了一眼他的小腹，欲望又瞬间褪去。等生完之后，我再补偿你。我问过医生了，你的力量也能滋养胎儿，不仅不会出事，而且还能让这一胎更强壮。次日醒来时，桑洛发现左胸上靠近心口的位置多了一只蛟蛇样的紫色图腾。凯撒尔亲吻了上去，对他道：“这是王兽才能烙下的灵魂印记，可以互相感应对方的存在与安危，随时传送召唤，在伴侣遇到致命危险时，瞬间来到他的身边，更能抵挡来自王阶的致命一击。”几日后，桑洛正吃着扇贝肉蒸粉丝，游轮停下来了。凯撒尔向外看了一眼，罕见严肃，让他先在房间里面待着，别出来，便起身出去了。游轮上出现了几个身穿宫廷服装的陌生兽人，他们恭敬朝凯撒尔行礼，说的话却带着强制意味。即将驶过东西大陆的海域交界线，为了上将大人和贵慈的安全，还请2位尽快返回西大陆。为了我的安全？凯撒尔只觉得好笑，一眼睥睨而去。那几个兽人脸色骤变，竟控制不住跪倒在地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都流出了血。凯撒尔，好久不见！除了凯撒尔以外的所有兽人们全都扑通跪倒在地，态度极为恭敬，连头都不敢抬。你想带着你家那个小雌性去东大陆一趟，怎么也不提前跟我打声招呼。如今东大陆和西大陆之间摩擦不断，你此时带他过去，可不是个明智的选择。我带伴侣度个蜜月，也要处处受限。兽王大人是不是管得有些太宽了？伴侣，呵呵。我似乎并没有同意你和索菲尔解除婚约。厄加利笑容依旧温和。兽王陛下此意何为？雌性是珍贵的资源，那只小雌性是我西大陆的兽人，不能去东大陆，他的孩子更应该留在西大陆。这是陛下的强制命令。你是我从小养大的孩子，我一直是拿你当亲生儿子对待，必然不会害你。以你的力量，自然可以横渡2个大陆，但她正怀着孕。万一在东大陆遭遇不测，恐怕这也不是你想看到的。厄加利看向来人，笑声浑厚。不知这位贵慈意下如何？桑桑，我觉得兽王陛下说的有道理。
我愿意返回西大陆。桑洛握住他的手，灵魂印记能让他感受到他一闪而过的杀意。刚刚他差一点就要动手了，眼前兽王的气息明显要比他更为强大内敛，8成是王兽巅峰。凯撒尔和他对打，占不到便宜的。别担心。桑洛很小声道，又看向兽王，脸上带着笑。西大陆远比我之前所在的部落繁华多了，我还挺想留在西大陆。兽王陛下的担忧不无道理。我贸然去东大陆，恐怕一时半会也不习惯。西大陆的医疗更发达，生产时也更安全。凯撒尔深深看向他的肚子，他想摆脱厄加利，但绝不是现在。我回东大陆一趟，很快就会回来。我等你回来。由我们护送贵慈回西大陆。有2个兽人上前行礼，桑洛松开凯撒尔的手，和他们走了。凯撒尔目送着他的身影离开，气息愈加冰冷摄人，与厄加利侧身而过，冷喝了声，身影瞬间消失在甲板之上。这小子敢甩脸子了，这把自己精心锻造的杀气已经越来越不受控了。桑洛回到西大陆的第一件事，便去了一趟亚兰斯学院。他有些显怀了，换上一身宽松的孕妇装，勉强能够遮掩一二。他提前联系了格伦，去了战斗系学院的教学楼。兰若正在教场和人训练，突然有个学生过来喊他：“格伦老师找你，快过去吧。”你就是兰若对吧？我看了你月考的成绩，考得很不错哦。不知贵慈找我有什么事？我有件东西想转交给你哥，这是你哥当年给我的，现在送还给你哥，也算是物归原主。兰若摸着手中沉甸甸的分量一惊，打开看了一眼，脸色一变。他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兽精，赶紧又合上了，震惊又不解地看向桑洛。你要是有什么想问的，去问你哥哥就行，他有很多事情没有告诉你，我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些什么。哦，好的，还请贵慈放心，我一定会把这些转交给哥哥的。兰若回家便见澜苍回来了，喜上眉梢问道：“哥，你这次回来的好早，头一次见你这么顺利。任务失败了就回来了。”哥，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，在比赛上帮过我的那个姐姐吗？她似乎跟你认识，还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。澜苍接过袋子，打开后良久都没说话。哥，你怎么哭了？你看错了。澜苍深呼了口气，别过脸，将袋子又合上。这东西是我给他的。我给他了，就不会再要了。你还给他吧。看姐姐的样子，应当不会再收下了。这是我给他的嫁妆。兰若被雷劈了似的站住，原来2人之间真的有关系啊。哥，你要不要还是再打开看看？我来的路上看了一眼，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，或许是他专门送给你的。澜苍一听，急忙将袋子打开，一抹银色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澜苍将藏在晶石中的项链拿出，吊坠是一个狼头的样式，中间镶嵌了一颗蓝色的晶石，散发着淡淡的能量波动。这是他亲手做的。一缕神识探入其中，里面装了很多疗伤药。这是空间项链，我见班里有老师带过一个空间手镯，听说这里面能够储放东西，随身携带很方便，是空间系的兽人才能炼制的宝器，有价无市，是那位贵慈送给哥哥你的。分手礼吗？他心中真是又苦又甜，他决定收下项链，晶石还是打算还给他。洛洛现在怀孕了，王兽的子嗣所需的能量巨大，就算他现在不缺兽精，但也会需要很多兽精，有总比没有好。上次我回来时，给你的那些兽精都拿出来，我给你留下第1年的学费，剩下的你也全都转交那个姐姐。啊，快去！你不是在帝都找到活干了，自己的学费应该能解决了，以后不用我再管你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能养你了。兰若没想到这趟是把自己给扫地出门了，被催促着赶紧翻箱倒柜，把自己的学费不是把他哥的嫁妆本全拿出来了。吃完饭，澜苍对兰若道：“这次回来是要告诉你，我要离开了。”哥，你要去哪里？兰若没太惊讶。北大陆。兰若怔住，怎么突然想起要去那里？极寒北境，贫瘠苦寒，极恶的环境造就出极恶极强的星兽。有些试图突破极限的兽人会前往北大陆磨砺实力，提升境界，但十有九死。北大陆更被誉为死亡战场，